您一定想不到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牛腩做法是如此的简单。今天让我们跟随着镜头给大家讲解一下红烧牛腩的家常做法。这个怎么卖的？45。别人带的是猪嘞。我看。一会儿买肉，我这块好多个拿着。那块煮出来特香啊，娘嘿！你下煮出来不好吃，咋着啊？就这块肉。你看今天贼都跟鸡肝一样。干子上203。203是？啊。专业厨师，专业技术，大家好，我是滕光灿。今天呢，花了203元买了一些牛腩，给大家制作呢红烧牛腩的家常做法。做法呢非常简单。首先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原材料牛腩，一定要选用这个牛肋条的这一块肉，这上面呢有一根根的肋骨的印子。肉呢一定要选用这种发干的，不要选用那种湿润润的啊，看上去一定是泡过水的。后面的这块筋膜烧出来特别好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改刀，首先呢将它切成长条，接下来呢我们再将它切成和麻酱差不多大小的这个块儿。用同样的方法呢，将它们全部改刀完成之后，放一旁备用。牛腩要想煮出来不黑啊，一定要加冷水去泡。加冷水泡的目的呢，第一是清洗干净表面，第二呢是去除内部的血水。我们给它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泡半个小时备用。咱们的牛肉在冷水泡的同时呢，我们来切一些小料啊。首先呢是准备一些葱姜啊，葱姜的片儿呢和段呢把它切大一点。因为我们这牛肉至少要煮到2个小时以上，切小的呢它会烂在里面，非常难看的。同时呢，我们再准备一些新鲜的青蒜苗，也是将它切成段备用。那么面前的所有材料是我们本节视频中所需的所有材料。这里呢是泡好水、控干水的牛腩，还有切好的蒜苗、葱姜、八角、花椒、干辣椒。个人认为呢，烧这种高端的食材呢，只需要用这种简单的调料就可以了。不需要用白芷、香叶呢这类来改味的啊，我们只要把食材处理好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点火起锅，锅中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冷水下锅烧水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。其次呢，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水呢要高于肉类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将火调大，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烧开。随着温度不断的上升，当锅中快开的时候呢，会有大量的糊沫出现，这些呢是残留在牛肉体内的血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手勺将里面的糊沫全部打出，在打出的同时呢，我们加一点冷水，能更有效的将它们全部打出。在这里有的同学会问啊，为什么我们后期要清洗的，前期为什么还要打糊沫呢？如果这个糊沫没有被打干净的话，你是没法知道它体内到底还有没有血水的。打捞成这样清澈透明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次煮至1分钟。随后呢，我们用漏勺将它捞入提前准备好的清水中，再次清洗干净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处理好的牛腩，肉质非常的鲜美而且白嫩，不管是炖汤、红烧都好吃。好，下一步呢，我们来烧制。首先呢，还是点火起锅，开大火，迅速的将锅中的水分把它烧干。烧干之后呢，咱们加入少许的色拉油，简单的搅拌呢，让它均匀受热。2-3成热的油温，我们加入约50克左右的冰糖，简单的用勺子敲击，让它更快的融化。随后呢，不停的搅拌，是为了防止它粘连锅底变焦。这一步呢，咱们来熬制一些糖色。随着温度慢慢的上升呢，锅中的冰糖会由固体呢变成液体。起初的液体呢是白色的、透明的，随后呢会慢慢的变黄。当这个冰糖呢变成黄色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锅底的火呢也把它调小了。再由黄色慢慢的转为枣红色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糖色就炒好了。如果再继续炒下去的话呢，它就会变苦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焯好水的牛腩直接加入锅中。随后呢，咱们用铲子不停的翻拌让这个牛腩均匀的上色，并且呢将牛腩的水分呢把它炒干，这样我们烧出来的肉质呢比较干香好吃。当锅中牛肉的水分炒干之后呢，我们加入葱姜，还有提前准备好的八角还有花椒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干辣椒不要加进去，因为这个辣椒呢，我们只用它的辣度不用这个干香的味道。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再用铲子不停的煸炒，炒出它的香味儿。当我们用鼻子可以清晰的闻到锅中八角还有花椒的香味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加入生抽类的酱油，我用的是东谷的一品鲜酱油，大约40-50克的样子主要是提味增鲜。
还有增加底味的效果。再次不停的煸炒，将生酱油的味道把它炒出来。最后呢，再来一点料酒去腥。随后呢，咱们加入清水，这个清水呢一定要高于牛肉本身2厘米以上，因为呢我们这个牛肉呢至少要煮至1个半小时以上的啊。紧接着我们加入干辣椒，加入干辣椒的目的呢是为增加辣度，能吃辣的多放，不能吃辣的少放。最后呢，在煮制之前再来上1滴溜的盐，这个盐呢一定不要加的太多啊，因为我们前期加的生抽中呢都含有盐。当锅中的卤汁再次烧开之后呢，我们将它盛入砂锅中，用小火炖制牛腩呢，一定要用砂锅来炖，才能够把它炖得软烂。随后呢，我们再次点火，将砂锅中的水分煮开。炖制牛肉这个火呢一定要小，用那种小的柔火。锅中的卤汁呢一直处于开的状态，这样来煮。就这样呢，我们先煮至1小时40分钟，一定要盖上盖子来煮啊。这一锅牛腩呢，我整整煮了2个小时，牛肉呢已经缩水，最少去了一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里面的干辣椒还有葱姜呢，把它挑拣出来不要。大家呢先看一下这个牛肉的颜色啊，是非常的亮的啊，不是发黑的。挑拣出来这个干辣椒还有葱姜呢，就直接丢掉不要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少许的味精来提味增鲜，不喜欢的同学呢可以不放，也可以用鸡精或者是鸡汁来代替。红烧牛腩的盐度呢一定不要太大啊，因为牛肉呢它不吃盐。最后呢，咱们再撒上提前切好的青蒜段。加入青蒜段的目的呢，主要是增加青蒜的清香味儿，还有搭配颜色的效果。盖上盖子呢，咱们煮个10秒钟。为什么我们前期在烧制的时候不加入蒜子呢？因为蒜子在里面煮制的时间过长的话呢，它会烂成泥。之后呢，我们烧制出来的这个牛肉的汤汁呢，就变得非常的浑浊。大概10秒钟，我们打开锅盖，此时锅中的青蒜呢已经断生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公布一个小知识啊。有的同学会问，开饭店呢，如果是在里面去吃饭的话呢，一个牛腩烧2个小时，客人早都吃饱了，谁会等这道菜？一般在我们酒店，如果是制作这种长时间需要烧制的菜类呢，都是提前烧好的。咱们在家里呢也可以这样操作，就是把它提前烧好之后呢，装入塑料袋中来保管，然后就是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将它呢放在炉子上热一下就可以了。在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碟粉条或者是青蒜、大白菜呀都可以。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在家做呢，只需要前期把食材处理好，买好的食材，你怎么做都好吃。我炖制的这个牛肉呢不是特别的软烂啊，如果大家喜欢吃软烂的呢，可以再多煮一点时间。还有如果怕麻烦呢，可以用高压锅25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每一次长视频制作都不容易，需要你们的点赞、关注加支持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